英雄时代的第一位英雄是卡德莫斯。卡德莫斯是腓尼基的王子，由于他的妹妹欧罗巴公主被变成白牛的宙斯给绑走了，国王阿格诺就让他外出寻找。奈何他一介凡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大陆上瞎逛了几个月之后，最后他只得前往德尔斐神庙请求神谕。岂料妹妹没找到，倒是知晓了一个关于自己的事情。神谕告诉卡德莫斯，他的妹妹很安全，不用太过于纠结，而他自己则需要跟随一头神圣的母牛，直到在他疲惫停下休息的地方建立一座城市。遵循神谕的指示，卡德莫斯在附近找到了那头母牛，于是便追随他进入维奥蒂亚地区，最终这头母牛在这里躺下休息起来。随后卡德莫斯和追随自己的同伴们在此地建立了卫城 Cadmus。 为了使城市更加神圣并得到众神的祝福，卡德莫斯打算将这头神圣的母牛献祭给雅典娜。不过这个仪式需要附近的伊斯梅尼亚泉水，没成想泉水里有一条水龙，前去取水的伙伴是一去不复返。伴随着惨叫声，卡德莫斯迅速来到水边，只见那龙一口就将他的一个伙伴吞了下去。卡德莫斯瞬间暴怒，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操起背后的长矛，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瞬间透体而出。这条水龙在尖叫声中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然而这条龙既是战胜阿瑞斯的使者，而平息阿瑞斯怒火的代价就是卡德莫斯不得不为奴为婢8年之久。当然不是说阿瑞斯平易近人啥的，而是因为她与阿弗洛狄特偷情，被她老公将神赫淮斯托斯给发现了，正为此事犯愁呢，哪有空理卡德莫斯？如若不然，以阿瑞斯暴虐的性格，卡德莫斯有10条命都不够平息的。虽然阿瑞斯在神界不讨喜，不过在凡界却有一大帮拥趸，导致只要是个地球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作为一个王子，卡德莫斯很聪明，他并没有因为作为奴隶的身份而失去理智，而是认认真真地服侍了阿瑞斯8年。当然他也不敢发脾气不是。阿瑞斯看卡德莫斯这小伙子如此懂得人情世故，而且能力还不弱，于是在卡德莫斯结束奴隶生涯后，就将女儿哈莫尼亚许配给了他。而哈莫尼亚正是阿瑞斯和阿弗洛狄特的私生女，说起来这就是缘分。虽然卡德莫斯有点猛，但也欣然接受啊，反正他是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卡德莫斯和哈莫尼亚在底比斯举办一场盛大婚礼，两人喜结良缘，奥林匹斯众神纷纷前来祝贺。不过除了一个例外，大家猜的没错，那就是赫淮斯托斯了。在得知哈莫尼亚是妻子的私生子之后，于是赫淮斯托斯便送了一份带有诅咒的结婚礼物，一条美丽的项链，他会给拥有他的任何家庭带来不幸。而卡德莫斯和哈莫尼亚两人并不知情，他们成了底比斯城的国王和王后，期间育有4个女儿和1个儿子。然而此时哈莫尼亚项链的诅咒像幽灵般悄然而至。卡德莫斯的小女儿塞莫勒是第一个遭受诅咒侵害的人，她与宙斯度过了一夜，怀上了神奇狄俄尼索斯。很快诅咒项链带来了厄运，塞莫勒在看到宙斯的真实形态后，便被神光烧成了灰烬。她的姐姐伊莫也紧随其后，她的丈夫阿塔马斯疯了，杀死了他们的子女。伊莫为了躲避他跳崖而亡。当然嘛，起因是神母赫拉的嫉妒，就是他让阿塔马斯陷入的疯狂。卡德莫斯的3女儿阿加维有一个名叫潘修斯的儿子，最后他成为了底比斯的第2任国王。不过潘修斯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让臣民禁止崇拜他的堂弟狄俄尼索斯。为了报复，狄俄尼索斯让底比斯的所有妇女陷入狂热，最后潘修斯被这些疯狂的女人分了尸。他的母亲阿加维在狄俄尼索斯的咒语下，甚至扯下了他的头颅。最后妖女奥托诺伊的儿子阿克泰翁意外地看到女神阿尔特弥斯在森林中沐浴后被变成了一只鹿，最终惨死在自己的猎犬口中。然而卡德莫斯家族对此并没有产生怀疑，认为这就是他们家族的命运。哈莫尼亚的项链代代相传，卡德莫斯家族的诅咒会一直持续下去，每一代新的后裔都会遭受不幸。然而项链的诅咒尤其对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底比斯的第7任国王俄狄浦斯。他的悲剧故事简直是闻着伤心，听着落泪。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第6任国王莱勒斯和伊尔卡斯特王后的儿子，
俄狄浦斯的一生几乎充满困境。他的父亲莱勒斯曾咨询过德尔斐神谕，询问他们家族的未来，但得到的预言并不令他满意，因为预言说他将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于是，当莱勒斯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他绑住婴儿的双脚，想将他吊死在一棵树枝上。不过，这个婴儿被路过的一个牧羊人给救下，并带回家里抚养。由于婴儿的脚踝受损，牧羊人给他取名为俄狄浦斯，意为肿胀的脚。牧羊人得知善良的柯林斯国王和王后一直没有子嗣，于是便把俄狄浦斯交给了这对夫妇。俄狄浦斯在柯林斯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当他长大时，却对自己的真正身世开始好奇起来。于是，他前往德尔斐的神庙，询问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然而，神谕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亲生父母是谁，只是警告他远离故土，否则他注定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还会娶自己的母亲为妻。俄狄浦斯当时救下的亡魂皆冒，随即便离开了柯林斯。他不知道神谕是不是指的自己的养父母，保险起见，只有远离柯林斯。不过，在阴差阳错之下，俄狄浦斯却前往了自己真正的故乡底比斯。在通往底比斯的路上，一辆大型战车在一个狭窄的岔路口挡住了他的去路。然而驾车的老人是一个暴躁的人，飞驰而过，撞倒了俄狄浦斯，还用棍子打他的头。愤怒之下，俄狄浦斯追上那辆战车，将车上的所有人都杀死了。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躺在他脚下那位死去的老人，竟然就是他真正的父亲莱俄斯国王。一路无事，俄狄浦斯抵达了底比斯的城门，却发现门口堵着一只怪物，那是人面狮身兽斯芬克斯。因其国王莱俄斯犯下的罪行，是赫拉派遣来惩罚这座城市的。而之前莱俄斯正为了躲避这头怪物，才驾驶战车离开的。斯芬克斯有女人的头颅、狮子的身体，还有鸟的翅膀。任何想要进入或离开城市的人，必须回答他提出的一个谜题：什么动物早晨有4条腿，中午有2条腿，傍晚有3条腿？如果回答错了，就会被斯芬克斯杀死并吃掉。城里的贵族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上蹿下跳。由于莱俄斯国王已经出逃，于是有人提出，如果有人能够击败这头怪物，便能得到底比斯的王位。虽然奖励很诱人，但斯芬克斯岂是普通凡人能够对抗的？失败的人纷纷进了他的肚里。早已疲惫不堪的俄狄浦斯非常想进城休息，在得知谜题后，他思索了很久，便胸有成竹地走进斯芬克斯身前，给出了他的答案：人在婴儿阶段不能走，只能爬，此乃早晨；之后便能用双腿走路，此乃中午；到来晚年，步履艰难，遂杵着一根拐杖帮忙行走，此乃傍晚。然而，斯芬克斯因受不了这个打击，他认为没有人类能够回答出来，便从一块高石上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俄狄浦斯被底比斯城的人民称为英雄，并加冕他为国王，并迎娶了底比斯国王的遗孀伊俄卡斯特作为妻。俄狄浦斯并不知道，他刚刚娶了自己的母亲，之后他们还拥有了几个孩子。后来，底比斯在俄狄浦斯的统治下，不断受到战乱和瘟疫的困扰。俄狄浦斯便又派人去请示德尔斐神谕。在盲人先知特伊西亚斯的指示下，俄狄浦斯从救下他的牧羊人那里得知了真相。原来底比斯的战乱和瘟疫只是因他弑父娶母的惩罚。当伊俄卡斯特王后得知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俄狄浦斯被巨大的悲痛所淹没，他拿下母亲身上的精致胸针，用锐利的针尖刺瞎了自己来惩罚自己。后来，人们便把斯芬克斯的谜语隐喻俄狄浦斯，因他最初是可敬的人，2条腿；后来他是父娶母，变为兽，4条腿；在刺瞎自己的双眼后，靠手杖走路，3条腿。而底比斯的人们也不再崇拜俄狄浦斯，最终将他流放。只有他的女儿安提戈涅选择陪在他身边。贫穷而盲目，他的余生在漂泊乞讨中度过。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因为他的罪行而辱骂他，唯一的慰藉就是女儿安提戈涅一直在身边。俄狄浦斯在临死之前突然意识到，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的命运，即使知道自己的未来。俄狄浦斯的故事一直在岁月中回响，激发了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并提出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节。虽然这并不是俄狄浦斯真正的想法。在伟大的卡德莫斯英雄家族没落之后，
一系列新的英雄很快在世界各地涌现。在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座伟大的城市之间，还有一个王国阿尔戈斯，由亚克里西乌斯统治。而亚克里西乌斯也在德尔斐神庙知晓了关于自己的一个可怕预言，他即将出生的孙子注定要杀死他。从此之后，亚克里西乌斯就把自己的女儿达纳厄看守得紧紧的。不过世事难料，不久之后，宙斯被达纳厄的美丽所吸引，便化作一阵金雨，悄悄来到他的房间。随着金光洒在他身上，达纳厄怀孕了，不久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珀尔修斯。亚克里西乌斯看着事件正在向预言靠拢，但对女儿和孙子又下不了杀手，只能狠心将他们放逐出王国，让人将达纳厄和珀尔修斯锁在一只箱子里，再将箱子丢在河里，让他们漂流到大海中去。这对母子在海上漂流了几天几夜后，竟来到了塞里福斯岛，被渔夫狄克特斯发现。狄克特斯便将珀尔修斯当成自己的儿子抚养，珀尔修斯就在这个岛上渐渐长大成人。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渔夫的兄弟塞里福斯岛的国王波吕德克特斯也被达纳厄的美丽所迷住，渴望娶她为妻。不过，珀尔修斯对母亲那是寸步不离，让波吕德克特斯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很快，就有人给波吕德克特斯提出了摆脱珀尔修斯的方法。波吕德克特斯听后，立马两眼放光，只夸那人足智多谋。于是，波吕德克特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整个岛上的客人。当然，国王的宴会总不能空手去白条吧。珀尔修斯虽然身无分文，但他作为神王宙斯的后代，自然对平凡事物不屑一顾，吹嘘自己能给国王一份更大的礼物，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波吕德克特斯的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鱼儿这么懂事，他甚是欣慰，笑呵呵地夸奖珀尔修斯英雄不凡，气宇轩昂。珀尔修斯提到的礼物就是美杜莎的头颅，虽说仗着传承了一点宙斯的速度和力量，但美杜莎的凶名他早有耳闻，只是为了吹下油就把自己给坑了。珀尔修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面对美杜莎，一起的还有几个想一睹美杜莎芳容的牛犊，反正是不怕死的那种。其实美杜莎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生物，她是海神福尔库斯和克托的女儿，和她的两个姐妹以无与伦比的美貌而闻名。美杜莎是三姐妹中唯一的凡人，同时也是最美丽的一个，任何看到她的男人都会立即爱上她。尽管如此，美杜莎却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发誓永远独身，以便能够担任雅典娜的女祭司。然而，有一天，美杜莎在海边漫步时，海神波塞冬被她的美貌所吸引，跟随美杜莎来到雅典娜的神庙，并强行侵犯了她。雅典娜本身就是一名洁净女神，一直保持着完璧之身，对叔叔波塞冬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她又打不过波塞冬，只好把怒火撒在了美杜莎的身上。理由是认为美杜莎允许自己被玷污，违背了她的独身誓言。操控着神力，雅典娜诅咒了美杜莎，将美杜莎曾经姣好的面容扭曲成了可怕的模样。曾经长而飘逸的头发，现在变成了一团不停蠕动的蛇。曾经的迷人眼神，现在将一切凝视她的事物化为石头。前来为美杜莎辩护的两姐妹也被牵连，三姐妹因此成为了可怕的蛇发女妖。她们被强制流放到萨尔佩顿岛，流浪的三姐妹在荒凉的北非安了家。三人本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而他们的困扰现在才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士将他们作为猎物来标榜自己的英勇。一开始，他们只是打伤前来讨伐的猎人。他们这一善意的举动并未给自己带来和平，而是加剧了人类想要击败三姐妹的决心。反正失败了又不会死，要是赢了呢，就能得到无与伦比的荣耀。这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孤独的延续，三姐妹对外界的仇恨日益加深，她们开始杀死任何想要靠近的人。珀尔修斯在半路上凄凄爱爱，磨叽了许久，一直在想如何处理此事，最后只能祈求众神保佑他。不过他的烦恼随着雅典娜和赫尔墨斯的到来变成了欣喜若狂。没错，这两神正是宙斯派来的，他是生怕这个私生子夭折了。赫尔墨斯送给他一把锋利无比的剑，这把剑名为竖琴剑，正是当初盖亚为克罗诺斯打造的那把剑。说是剑，其实它是一把镰刀。
而雅典娜则赐予他一面精美的盾牌，如镜般光亮，可以反射美杜莎的视线。显然，这是专门为美杜莎而打造的武器。即便如此，珀尔修斯还是感觉不太保险，便跑到女园，以寻求那些守护森林仙女们的帮助。他们送给珀尔修斯一双有翅膀的凉鞋，哈迪斯的黑暗头盔和一个可以安全容纳美杜莎头颅的魔法袋。根据仙女们的指引，珀尔修斯利用带翅膀的凉鞋飞向北非，美杜莎三姐妹的栖息地。然而，珀尔修斯并没有着急行动，而是在老远等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万一阴沟里翻车呢？又是过了2-3天，才看到几个同伴的身影。珀尔修斯大喜过望，他并没有心急，而是建议大家整顿好状态再行动。过了1天，一伙人面带坚毅的神情潜入了三姐妹的洞穴之中，而此时三姐妹正在沉睡，这也是她们打发时间的唯一利器。一个同伴见美杜莎一点察觉都没，便想先手杀掉美杜莎，拿到荣耀。不过当他一剑挥下的时候，整个人瞬间变成了石头，而美杜莎正睁着双眼来回扫视。其余人见状，吓得亡魂皆冒，立即藏了起来。珀尔修斯暗道好险，幸亏没有单独行动。美杜莎并没有为这些人类打扰到她的睡眠而恼怒，因为在无尽的岁月中，三姐妹除了睡觉，另一个乐趣就是这些前来讨伐她们的人类。在过往中，他们的花样一直在变。一开始他们会爽快直接地解决掉这些人类，不过他们发现这越来越没意思后，便开始慢慢折磨前来的猎人，让这些人类品尝被恐惧支配的味道。久而久之，三姐妹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她们也是越来越期待战士们能够快快地来陪他们玩这款死亡游戏。美杜莎在洞内漫不经心地游荡着，时而跳出恐吓藏在一旁的人类战士。在恐惧之中，这些战士连武器都拿不稳，更别提自己还拥有不死之身。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波人竟有个专门针对他的半人类。当他发现珀尔修斯的时候，美杜莎感受着这个全副武装的人类，心想或许这个人类能让他有点激情。当他想要恐吓藏在阴影处的珀尔修斯时，只见珀尔修斯瞬间将盾牌举起，挡住自己的视线，而美杜莎的石化视线竟被盾牌反射了回来，将他整个身体都石化了。珀尔修斯拔出赫尔墨斯给他的竖琴剑，斩下了美杜莎的头颅，小心翼翼地将头颅放入早已准备好的魔法袋中。突然，一匹飞马和一个巨人竟然从美杜莎的尸体中冒了出来，还有从沉睡中苏醒的2个姐姐斯泰诺和欧里亚，他们一起冲向了珀尔修斯。珀尔修斯心里大叫了一声卧槽，立马戴上哈迪斯的头盔，引入黑暗中，再穿上赫尔墨斯的飞鞋，逃之夭夭。在回家的路上，珀尔修斯竟在海边发现一个女人被锁在礁石上。询问之下，珀尔修斯才知晓这位女子名叫安德洛莫达，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公主。而此时她被当成祭品供奉给神灵，希望她的牺牲能拯救王国，摆脱可怕的海怪克托。而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安德洛莫达的母后塔西俄波亚到处炫耀女儿的美貌，表示比那些海仙女漂亮多了，从而触怒了波塞冬之妻安菲特里忒，所以就有了之后的剧情。珀尔修斯也被安德洛莫达的美貌所吸引，向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和王后提出愿意为了安德洛莫达出手杀死那个怪物。他们松了一口气，迅速接受了他的提议。而珀尔修斯此时拥有众多神器，浑然不惧，利用飞鞋灵巧躲避了克托的攻击手段，利用锋利的竖琴剑在克托身上留下了许多的伤口。克托作为一只海兽，看着在空中到处乱窜的珀尔修斯，只能愤怒地咆哮，那个人类真像泥鳅一样滑溜。而珀尔修斯在克托分神之际，拿出了装在魔法袋里美杜莎的头，将对方石化掉。还没等珀尔修斯坐下来休息的功夫，安德洛莫达的叔叔菲纽斯带兵前来，想来捡个趴活。对于安德洛莫达之前拒绝他的求婚还怀恨在心，小人要做就要做到底。面对菲纽斯的人多势众，珀尔修斯又刚经历一番大战，显然有些回天乏术，只好祭出老朋友美杜莎的头，将对面全部变成了石像。珀尔修斯感叹，这头是真好用，还想看看美杜莎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正当珀尔修斯准备查看美杜莎的眼睛时，突然一个机灵让珀尔修斯冷静了下来，吓得他急忙把它装在袋子里。
把安德洛莫达送回海岸。王后信守承诺，给予珀尔修斯祝福，两人很快就结了婚。而此时，达那厄现在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自从儿子珀尔修斯离开后，在拒绝波吕德克特斯国王的示好后，对方就开始动用武力来让他屈服。达那厄只能不停地东躲西藏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害怕有一群士兵会突然闯进自己躲藏的地方。波吕德克特斯国王显然没料到珀尔修斯这小子命这么大，当他得知珀尔修斯安然返回的时候，都快吓尿了，立马派重兵把守自己的皇宫。奈何这些人类士兵一个个的都被愤怒的珀尔修斯变成了石头标本。最后波吕德克特斯还想拿起长矛反抗一下的，不过依旧是徒劳，同样变成了石头。母子终于团聚，达那厄拥抱着他的儿子珀尔修斯才安心了下来，他再也不必生活在恐惧中了。随后珀尔修斯、安德洛莫达和达那厄决定离开这个岛屿，返回珀尔修斯的出生地阿尔戈斯。在离开之前，珀尔修斯虽然心有不舍，但还是归还了神灵的武器，并向雅典娜献上了美杜莎的头颅。雅典娜将其融入在了自己的盾牌上，作为对她前女祭司的最后惩罚，她将成为雅典娜统治和力量的象征。回到阿尔戈斯，珀尔修斯击败美杜莎的英勇事迹早已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城的居民都鼓励他参加一场当地的体育比赛，他可以在比赛中与希腊最强壮的男子竞争。不过在投掷铁饼项目中，珀尔修斯忘记隐藏自己的力量，铁饼呼啸着飞向了观众席，在尖叫声中砸中了国王亚克里西乌斯，也就是他的外公。至于珀尔修斯是故意还是无心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啊。亚克里西乌斯终究还是没能逃脱预言，这也再次说明没人能够逃脱自己的命运。同样，珀尔修斯这样的弑亲行为遭到了社会的谴责，遭受了跟俄狄浦斯相同的命运，被流放。在古希腊社会，不论是谁过失杀人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亲人之间的这种行为更严重，需要给予凶手流放、赎罪和一世净化。不过珀尔修斯并非凡人，只能将他流放。于是珀尔修斯就在阿尔戈斯以北、雅典以西的位置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王国迈锡尼。这座城市很快就成为了希腊最强大的城市，其高耸入云的城墙由无数块巨石构成，在独眼巨人们无与伦比的精湛工艺下，它变得坚不可摧。珀尔修斯和安德罗莫在这里孕育了许多孩子，他们家族的统治会延续数代，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英雄海克力舍，我们就用他的常用名赫拉克勒斯吧。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珀尔修斯的孙女，阿尔科莫涅的后代。他著名的12项挑战响彻了大江南北。尽管赫拉克勒斯享有巨大的名望和荣耀，但他的起源却是希腊神话中最悲剧和悲伤的故事之一。宙斯坐在奥林匹斯山的王座上，俯瞰着世界，看到珀尔修斯的孙女阿尔科莫涅时，便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宙斯降临到人间，与阿尔科莫涅交欢，他很快怀上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赫拉克勒斯，后来在罗马被称为赫丘勒。宙斯原本的计划是让他成为下一位伟大的希腊国王，但他并不知道，他的妻子赫拉，众神之后，一直在看着这些事件的发展。在过去，对于宙斯的许多私生子，他都默默坐视不理，但这一次，他终于受够了。当宙斯要把国王的地位传给珀尔修斯的下一代赫拉克勒斯时，赫拉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当赫拉克勒斯即将出生时，赫拉使用魔法延迟了分娩时间，同时加快了珀尔修斯另一个后代欧律斯透斯的分娩。于是欧律斯透斯变成了老大，正统的继承者。虽然宙斯对于儿子赫拉克勒斯失去的王位无能为力，但他同时也恶心了赫拉一把。在赫拉克勒斯出生后，宙斯将他带到奥林匹斯山上赫拉的卧室，趁赫拉熟睡之际，宙斯把婴儿放在赫拉的胸前，让赫拉克勒斯能够吸食女神的乳汁，窃取了她的一些神圣力量。赫拉醒来吓了一大跳，连忙把婴儿从胸前扔了出去，她的乳汁飞溅在天空，最终凝结在太空中，形成我们熟知的银河。宙斯自言自语地笑了笑，把赫拉克勒斯带回了地球，放在他母亲旁边的婴儿床上。奥林匹斯山上，赫拉勃然大怒，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耻辱。为此，他发誓要亲手杀死赫拉克勒斯。于是他把2条毒蛇送到赫拉克勒斯的婴儿床里，
然而，让赫拉更愤怒的是，这两条蛇在拥有赫拉一部分神力的赫拉克勒斯面前，简直就是两条蚯蚓玩具。赫拉怒视着这一幕，发誓彻底要跟赫拉克勒斯刚上了。在成长过程中，赫拉克勒斯接受了希腊一些最著名的导师的教育，涉及面极广，从射箭到音乐的各个方面。不过，赫拉克勒斯从小脾气就十分暴躁，这与他的超凡力量融为一体，让他对朋友和敌人都构成非常大的威胁。赫拉克勒斯的音乐老师利诺斯在教这位年轻英雄弹奏一种叫做竖琴的乐器时，就有过惨痛的经历。赫拉克勒斯其实对音乐非常的不感冒，演奏这个乐器让他极度发狂，而旁边还有老师利诺斯唧唧歪歪不停的唠叨声，让赫拉克勒斯头都快炸了。直到在一次利诺斯尤为严厉的批评啰嗦后，赫拉克勒斯忍不住用手里的里拉琴猛击利诺斯的后脑勺，将他打死，世界终于才清静了下来。而赫拉克勒斯只受到了轻微的惩罚，被他在人间的父亲安菲特律翁派去山上放牧。不过在那儿，他遇到了两位女神，享乐女神和美德女神。他们让赫拉克勒斯在享乐而简单和艰辛但光荣的两条生活之路之间选择一条时，他选择了后者。但他的脾气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他制造了相当多的问题。长大后，赫拉克勒斯娶了底比斯公主麦加拉为妻，他们共同育有3个孩子。然而，赫拉克勒斯的好运让赫拉更加意难平，他不想看到赫拉克勒斯这么幸福和快乐，他要给他制造苦难和悲伤。赫拉克勒斯完全不知道赫拉的阴谋。有一天回到家时，发现自己的房门被撬开，他跑进去，发现家人无影无踪。当他向他们呼喊时，几只丑陋的怪物从房子后面出现，开始朝他爬过来。而此时，赫拉克勒斯发现自己充满一种不自然的愤怒。赫拉克勒斯向怪物发起攻击，他无法用理智控制自己。其他怪物开始因害怕而逃跑，但赫拉克勒斯现在处于盲目的愤怒中，不会让任何一个逃脱，追逐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用双手杀死。直到这时，赫拉才解除了他的魔法，解除了赫拉克勒斯眼中的幻想。赫拉克勒斯目睹着怪物恢复到他们原来的形态，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的家人正躺在他面前的血泊之中，赫拉克勒斯疯狂地摇晃着他们的身体，试图把他们唤醒，眼泪涌出他的眼睛。但为时已晚，赫拉的魔法已经发挥了作用，赫拉克勒斯将永远活在谋杀妻子和孩子的罪恶感中。当赫拉克勒斯看着沾满至亲鲜血的手时，意识到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赎罪。在古希腊，谋杀家人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同样，如果赫拉克勒斯不为自己的罪行赎罪，那么复仇女神将追捕他并折磨他直至永远。他唯一认识的能给他指引的人便是著名的德尔斐神谕。于是他放逐自己离开底比斯，开始了寻找救赎之路。德尔斐神谕是阿波罗在地球的代言人，能够传达神的预言和指引。至此，赫拉还不解气，一直把视线放在赫拉克勒斯身上，还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了德尔斐神谕的内容。当赫拉克勒斯询问如何赎罪时，神谕回答说，他必须为迈锡尼的国王欧律斯透斯效劳10年，也就是他的哥哥。反正这个辈分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明白了自己的任务，赫拉克勒斯向神谕鞠躬，站起身，开始了前往迈锡尼的漫长旅程。欧律斯透斯早就听说赫拉克勒斯了，对他深感嫉妒。这两人是堂兄弟，因为他们都是珀尔修斯的后裔。然而，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赫拉克勒斯强壮而英勇，而欧律斯透斯懦弱而胆怯，通常派遣他人为自己打仗。赫拉克勒斯抵达时，向表哥欧律斯透斯鞠躬，而欧律斯透斯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国王随即接受赫拉克勒斯的服务，并指示他在10年内完成10项挑战任务，只有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能获得对罪行的宽恕。然而，有一个唯一的条件，那就是这些任务必须在没有任何帮助或报酬的情况下完成才算数。赫拉克勒斯羞愧地低下头，询问他的第1项任务是什么。欧律斯托斯告诉他，王国东北部的一个名叫涅维亚村庄一直受到一头凶猛狮子的恐吓。这头狮子对于人类来说太强大了，它的金色皮毛让人类武器变得毫无作用，它的爪子比人类所知的任何剑都更为锋利。这头狮子已经杀死了所有前去的人，现在任务落在了赫拉克勒斯身上。
意识到没有件货毛能穿透狮子的皮毛，赫拉克勒斯就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力量训练，让他熟悉运用自己的神力。赫拉的神力渐渐地在他体内激活，此时赫拉克勒斯连树木都能连根拔起，轻而易举地举起巨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自信现在可以光着手面对这头野兽。抵达狮子巢穴时，赫拉克勒斯看到战士们的尸体，他们的剑和斧头散落在地上。狮子早已闻到了赫拉克勒斯的气味，突然从转角冲出来偷袭。就在他扑过来的时候，赫拉克勒斯敏捷的侧身一闪，用双臂抓住了他的颈部。就这样，两者决裂了几个小时。狮子无论如何挣扎咆哮，始终都挣不脱赫拉克勒斯的束缚，前爪、牙齿也够不着，只能在空气中留下挥舞和咬合声。感受到狮子的气势开始松懈，赫拉克勒斯知道这头野兽的力气开始下滑了，于是迅速而精准地抓住了狮子的喉咙，然后全力一握，直到听到一声脆响，狮子的力量迅速流失，无力地瘫软下来。死去的野兽倒在地上，他的第一项挑战完成了。意识到狮子的皮毛或许会有助于他接下来的任务，他拔出了其中一根锋利的爪子，用它剥下了狮子的皮毛，然后他将兽皮披在肩上，像一件披风一样，将狮子的头部当作头盔。当赫拉克勒斯离开巢穴时，他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橡树，便将其从地面上拔起，并剥去树枝，将其制成了一根大棍。这将成为他的新武器，而狮子皮则成为他的新盔甲，象征着他走向救赎的道路。当赫拉克勒斯披着涅姆亚狮子的皮回到麦西尼时，欧律斯透斯震惊了，从未想过他的表情会活着回来，于是便发布了第二项更难的任务，杀死勒拿九头蛇。于是赫拉克勒斯前往位于阿尔戈斯市附近的勒拿湖，那里是这头水蛇的家园。被称为九头蛇的这只野兽有9个头，其中一个是不死的，它的血是人类所知最有毒的物质。然而赫拉克勒斯还觉得难度不够大，还想一起解决隐藏在湖中深处一只巨大的螃蟹。九头蛇看着这个挥动大棍冲向自己的渺小人类，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只是用一个头喷出火焰来还击。让九头蛇意外的是，这个人类居然趁自己不注意，用大棒打掉了一个头。于是被砍掉的地方又冒出了2个新头，现在有10个头了。赫拉克勒斯懵逼地看着对面多出的头，这越打越多，还完得蛋。砍掉更多的头，但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每次砍掉一个头就会长出2个新的头。不仅如此，湖底深处的螃蟹也加入了战斗，这让赫拉克勒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之前是自己自带小乔对手吗？赫拉克勒斯被偷袭的螃蟹压在了地上，巨大的蟹钳让他动弹不得。虽然九头蛇跟螃蟹一直在水里争论不休，但那只是属于内部矛盾，对于外来敌人，他们还是非常乐意合作的。九头蛇戏谑一笑，准备一口火喷死这个人类。正当赫拉克勒斯绝望之际，一支箭从灌木丛中射出，命中了九头蛇的侧面。赫拉克勒斯转过头，看到他的侄子伊奥劳斯正拉弓对着怪物。这个男孩一直跟随着叔叔赫拉克勒斯，希望能帮上忙。在怪物分心的时候，赫拉克勒斯伸手拿起旁边的木棍，全力一击打断了钳制住他的蟹钳，然后迅速起身，跳起来一个力劈华山。吃痛的螃蟹哪还来得及反应，当场脑浆都冒了出来。这时九头蛇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9个头齐齐攻向赫拉克勒斯，再也不敢留手了。而赫拉克勒斯有了侄子的帮助，瞬间由1打2变成了2打1了。当赫拉克勒斯砍掉一个头时，伊奥劳斯则用火箭射向九头蛇的脖子，烧灼伤口，防止更多的头长出来。这对叔侄一起努力了数小时，砍头和烧灼，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头了。2人都精疲力尽，瘫坐下来，相视一笑，尽在无言中。赫拉克勒斯随后跪在九头蛇的尸体旁，将箭头浸入毒血中。只要被这些箭头划破一点皮，就可让人命丧黄泉。尽管战胜了九头蛇，但欧律斯透斯并不认可这项任务，因为赫拉克勒斯得到了侄子伊奥劳斯的帮助，因此挑战变成了11项。当赫拉克勒斯和伊奥劳斯离开湖边时，赫拉克勒斯将这2头野兽的尸体投射到天空中，形成了长蛇座和巨蟹座。在他的第3项挑战中，
赫拉克勒斯需要捉住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的克利涅聘鹿，而且还需要是活的。聘鹿属于一种美丽的生物，很像一只雄鹿，具有铜质般的体子和一对金色的华丽鹿角。赫拉克勒斯随后启程前往聘鹿栖息地塞里尼亚山，但这只雌鹿极为迅捷，跑得极快。赫拉克勒斯展开追逐，整整1年，跑遍了希腊、色雷斯、伊斯特利亚，甚至到了北边害怕波尼亚人的领土。最后，聘鹿进了阿尔特弥山躲避，又从那儿跑到拉顿河畔，想要渡河。赫拉克勒斯趁猎物在水中，发出一箭，将其制住。赫拉克勒斯在回去交差的路上，碰巧遇上了聘鹿的主人阿尔特弥斯和阿波罗。阿尔特弥斯看着赫拉克勒斯背上的聘鹿，眉目顿时冷了下来，希望赫拉克勒斯能有个解释。他当然知道赫拉克勒斯是宙斯的儿子，要不然一个普通的人类此时怕是连灰都不剩了。赫拉克勒斯不得已道出了原委，还保证将聘鹿活蹦乱跳地还回来。这时阿尔特弥斯的脸色才暖了回来，笑嘻嘻地挽着阿波罗的手臂一同离开了。欧律斯透斯简直不敢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本来就是他的一个小伎俩，没想到赫拉克勒斯竟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于是迅速给赫拉克勒斯安排了第4项挑战，即捉拿厄律曼托斯山的野猪。赫拉克勒斯对这项任务不以为然，他对这些挑战的难度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了。凡间的困难顶多就是9头蛇那种层次，只要不是去挑战某个神奇之类的，在他看来基本都没有什么难度。赫拉克勒斯满腔热忱的出发，甚至半道决定去拜访他的一个老朋友半人马弗洛斯。半人马属于一种半人半马，以更似野兽而非人类行为而闻名于世。弗洛斯却是个例外，既友好又聪明，自赫拉克勒斯年轻时就与他交好。赫拉克勒斯到达后，弗洛斯决定举办一场晚宴，以向他的朋友表示欢迎，便邀请了一些当地的半人马，其中还包括曾经教赫拉克勒斯射箭的老师凯龙。晚宴开始时，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赫拉克勒斯与他的老师回忆往事，决定出去散步。来到外面，他发现旁边的架上摆着一罐葡萄酒，他决定借酒消愁，喝上几口。然而他并不知道这瓶酒是所有半人马的共同财产，是4代前酒神狄俄尼索斯送给他们的礼物。当赫拉克勒斯打开盖子的时候，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在数英里之外都能闻到。随后赫拉克勒斯喝了几口，等他回去时，一大群半人马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他们的美酒竟被这个家伙偷喝了。赫拉克勒斯不以为意，不就是几口酒吗？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的？看着他那无所谓的表情，半人马们的怒气值瞬间飙升。旁边的弗洛斯见情况有些不对，赶紧和凯伦出来打圆场，试图平息其他半人马的怒火。让人没想到的是，不劝不要紧，这一劝直接把这些炸药桶点燃了，当场爆炸。整个部落都赶了过来，是被酒香吸引来的。也不知道哪的半人马率先动的手，结果一群半人马乌泱泱地朝赫拉克勒斯涌去。为了自卫，赫拉克勒斯现在没有了美杜莎这个大杀器，只好用涂抹有9头蛇毒血的剑。哪知这9头蛇的血毒性这么猛，围攻的半人马不一会就纷纷倒地不起，口吐白沫。其他半人马见状，吓得四散而逃。不幸的是，在混乱中，赫拉克勒斯不小心射中了他的老师凯伦，凯伦痛苦地倒在地上尖叫。由于凯伦是不死之身，这个伤口并没有致命，但由于9头蛇的毒液在他的血管中流窜，他将永远在痛苦中度过。宙斯目睹了这一切，决定怜悯这位老半人马，他带走了凯伦的灵魂，将其投射到天上，成了人马座。而弗洛斯则非常好奇，为何这剑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他从地上拾起一支箭，将剑抬到脸前仔细观察，但剑却从他手指中滑落，落在了蹄子上。仅仅几秒钟，毒素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在赫拉克勒斯赶走其他半人马后，回来时发现自己的朋友和老师都意外死于这场莫名的冲突，他深感愧疚和懊悔。而这颗仇恨的种子深埋在了一个名叫奈瑟斯的半人马心里。来到厄律曼托斯山，赫拉克勒斯很轻松地捉住了这只野猪。这只野猪除了力气大点之外，胆子却很小，力气和速度都比不过赫拉克勒斯，过程实在有点无聊。赫拉克勒斯用链条将野猪捆绑起来，
带回给欧律斯透斯。欧律斯透斯一见到这只巨兽，吓得目瞪口呆，迅速跳进旁边一个大储藏罐里，拒绝出来，除非赫拉克勒斯将野猪从房间里弄走。赫拉克勒斯看到欧律斯透斯出丑，脸上笑开了花，几乎没有掩饰。虽然他知道堂哥是故意找他麻烦，不过这时的他已经对人类这种小伎俩无所谓了，而完成挑战只是为了赎自己的罪，不论是什么任务，他只能接下。赫拉克勒斯照做了，并释放了野猪。欧律斯透斯羞愧地从罐子里爬了出来，迅速派赫拉克勒斯去完成他的第5项任务。他现在已经不想捉弄这位半神堂弟了，恨不得对面快点消失在自己眼前。第5项任务是要求赫拉克勒斯在1天之内，仅凭双手，不得借助任何帮助，清理奥吉阿斯的牛舍。这个任务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也不难，纯属是想恶心一下赫拉克勒斯。这个牛舍属于邻近的爱丽丝的国王奥吉阿斯，里面容纳了3000头不死之牛，而且已经有30年没有清理过了。牛舍里的粪便堆积如山，有些地方的污秽甚至堆积了几米高，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半神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抵达爱丽丝后，赫拉克勒斯拜访了国王奥吉阿斯，后者承诺，如果他能在夜幕降临之前清理牛舍，就会奖励这位英雄1/10的不死之牛。赫拉克勒斯走向牛舍时，当场被一股可怕的气味淹没，熏得他连滚带爬的出了污染之地。整个牛舍比他想象的还要大，更加肮脏，拥有横跨一个小城的长度。捏着鼻子四处查看了一番后，赫拉克勒斯摇了摇头，这个任务不光是味道的问题，主要是这不是靠蛮力能解决的。愁眉苦脸的他想好好的洗一次澡，把身上的气味都洗掉，便在附近找到了一条河。看着流动的河水，赫拉克勒斯灵光一闪，立马就有了注意，便徒手挖出一条水渠，利用强大的河流来冲洗牛舍。然而一条河的流量显然有点乏力，于是在阿尔菲勒斯河附近找到了另一条佩涅勒斯河。赫拉克勒斯的双手像2台挖掘机般，没过多久便挖好了引水渠。顿时一股巨大的洪水涌入牛舍，瞬间冲刷掉多年的污秽。水还继续流向了周围的农田，大量的粪便成为田地肥料，引起了人们的欢呼声。人们为赫拉克勒斯欢呼，可以想见，他们的农田将在未来几年里蓬勃丰收。赫拉克勒斯为纪念这一时刻，创建了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该运动会每4年于爱丽丝举行一次。然而欧里斯特斯却拒绝将这项挑战计算为10项任务之一。他声称这项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赫拉克勒斯却拥有了报酬，违反了之前的规定。赫拉克勒斯也无所谓，毕竟确实是规定在前，而不是欧里斯推斯故意刁难他。因此他的任务额外增加了1项，现在总数变为12项。第6项任务中，赫拉克勒斯的任务是驱赶斯汀法洛斯湖的一群食人怪鸟。这些鸟其实是阿瑞斯的生物，它们拥有铁喙，能够撕裂最坚固的盔甲。这些鸟的体积与苍鹭相当，它们的排泄物更是有毒，使周围地区无法居住。赫拉克勒斯抵达后意外地发现了一对巨大的青铜波浪鼓，它们被雅典娜放置在一棵柳树的倒木上。感谢雅典娜的帮助，赫拉克勒斯开始摇晃波浪鼓，发出的声音让那些鸟痛苦不堪，成百上千只鸟从湖面上升起，形成了一大群，直到最后一只鸟飞离湖面，他的第6项任务完成。欧律斯透斯此时也不拿帮助说事了，现在他潜意识的都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赫拉克勒斯做不到的事情了，因为在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无法难倒这个堂弟。于是他很爽快地把这个皮球踢给了米诺斯，称自己领地的挑战基本都没有了，至于那些人类都能完成的任务，就不用拿出来刺激赫拉克勒斯了。赫拉克勒斯来到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隆重地欢迎了这位享誉世界的英雄。他这里确实有一件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之前我们讲了，米诺斯国王为了证明自己是神选之子，因此他想要什么神就会赐给他什么。而他确实得到了来自海神波塞冬的一头美丽的白牛，即克里特公牛。不过米诺斯见这头牛实在是太漂亮了，不忍心献祭给波塞冬，就私自留了下来，换了一头普通的白牛。
波塞冬知晓后大发雷霆，便让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怀爱上了这头牛，最终导致了半人半牛的生物米诺陶洛斯的诞生。不仅如此，波塞冬还用神力让米诺陶洛斯发狂，不停地到处乱窜，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于是米诺斯便在宫殿地底建造了一座迷宫，将米诺陶洛斯留在了那里。但米诺陶洛斯依旧整天乱撞，这个地底迷宫基本被他撞成了蜂窝状。赫拉克勒斯接受了挑战，当他面对这头公牛时，米诺陶洛斯红着双眼向他冲了过来。赫拉克勒斯精准抓住他的脚，一个过肩将米诺陶洛斯摔倒在地。经过数小时的奋斗角力，精疲力尽的米诺陶洛斯最终屈服。由于这头公牛是波塞冬的孩子，他能够在水上行走，所以赫拉克勒斯骑着它穿越大海，前往麦西尼，向欧律斯透斯炫耀他的成就。完成了任务，并且不想杀死米诺陶洛斯，赫拉克勒斯就在麦西尼宫殿外释放了这头公牛，然后他就在希腊大陆横冲直撞，直到多年后遇上了英雄忒修斯。第8项任务要求赫拉克勒斯掏斯比瑟雷斯巨人国王狄俄莫德斯的马。这些马是可怕的生物，以喷火而闻名。狄俄莫德斯通过喂食人肉来加剧他们的攻击性。赫拉克勒斯到达色雷斯后，在他的朋友和情人阿布德鲁斯的陪同下来，到了狄俄莫德斯的宫殿，后者是赫尔墨斯的儿子。在那里，他们目睹了赫拉克勒斯要偷的喷火马，说是偷，其实是光明正大的拿。国王狄俄莫德斯之前就宣布，如果你有本事能降服这些马，那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而普通人类那是有去无回的，都成了这些聘马的餐点。那些马被铸铁的链条绑在宫墙上，供人欣赏，他们挣扎着，口吐白沫。当赫拉克勒斯进入宫殿与国王狄俄莫德斯会面时，赫拉克勒斯就感觉他的堂哥好太多了。这是一个看起来丑陋，身上散发着令人作呕气味的男子。突然，赫拉克勒斯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尖叫声，把他的思绪扯了回来。他连忙赶出去查看发生什么，只见阿布德鲁斯被这些疯狂的马撕成了碎片。怒火中烧，赫拉克勒斯冲回宫殿，杀死卫兵，抓住狄俄莫德斯的头发，将他拖到外面。赫拉克勒斯让国王尝尝自己的苦头，将狄俄莫德斯扔给了这些怪兽。狄俄莫德斯的惨叫声很快就淹没在马群之中。然而，狄俄莫德斯的肉如此恶臭，使这些马在吃到一半时，对于人肉产生了永久性的厌恶。现在这些马变得温顺了，赫拉克勒斯抓住他们的链条，把他们带回给了欧律斯透斯，他的任务完成了。第9项任务是需要赫拉克勒斯夺回亚马逊女王希波吕忒的腰带，一条由黄金和皮革制成的腰带，能够确保在战斗中获胜。希波吕忒的来头可不小，她是战神阿瑞斯的女儿，也是亚马逊女王。亚马逊是一支由女战士组成的部落，他们的战斗技能几乎媲美任何一个人类男子，经常袭击当地部落以巩固统治地位。于是赫拉克勒斯启程向东，还带上一小队战士，以防必要时与亚马逊女战士交战。然而当赫拉克勒斯抵达时，亚马逊女战士们的好客让他感到惊讶。亚马逊女王希波吕忒本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听说了他著名的挑战后，花痴的希波吕忒赶紧邀约赫拉克勒斯与他单独会面，亲手把腰带赠送给他，以表示他的兴趣。此时在奥林匹斯山上观看的赫拉又坐不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任务进行得太顺利了，为了让这项挑战变得更加困难，于是他决定干预。他伪装成一名亚马逊女战士，混入营地，在女战士之间挑拨离间，说赫拉克勒斯其实是来奴役他们的。这些亚马逊女战士们变得愤怒起来，骑着马向赫拉克勒斯带来的同伴们冲去。赫拉克勒斯听到动静，急忙冲到外面，看到亚马逊女战士们正在屠杀他的朋友。他愤怒地转身，认为希波吕忒愚弄了他，将他留在一边，以便屠杀他的朋友们。而希波吕忒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便被赫拉克勒斯举起他的大宝杀掉。他的腰带此时正在赫拉克勒斯的身上。赫拉克勒斯随即冲出去，打翻挡路的亚马逊女战士，还有一小撮幸存的同伴等着他保护。经过一番厮杀，赫拉克勒斯带着剩下的几个同伴逃回了麦西尼。这些同伴的死亡让赫拉克勒斯的心情很是不好。欧律斯透斯也是识趣，
没有去挑战赫拉克勒斯的底线，生怕这个堂弟顺手将他打了，决定将赫拉克勒斯送到他所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厄里忒亚岛，去偷取3头巨人格利翁的牛。赫拉克勒斯便往西南方向前行，沿着非洲海岸线旅行。但他很快对这个大陆强烈而灼热的天气感到不满，他一点都不习惯这种气候。在穿越利比亚沙漠的半途中，他拿出弓威胁太阳，如果太阳还这么执迷不悟地炙烤着大地，那么赫拉克勒斯就会用毒箭射他。太阳非常苦恼，以其人形形态下降，化身为太阳神赫利俄斯，请求赫拉克勒斯饶他一条小命，承诺在赫拉克勒斯旅行期间减弱光照，并主动将他的巨大金色杯提供给赫拉克勒斯。这是一个形状像百合花的容器，赫利俄斯专门用来在夜间航行，穿越海洋。最终抵达厄里忒亚岛后，赫拉克勒斯见到了牛群以及其主人3头巨人格利翁。为尽快完成任务，赫拉克勒斯甚至无心与巨人战斗，而是用一支毒箭射中格利翁，数秒内将其杀死。之前是美杜莎的头，现在是9头蛇的毒血，赫拉克勒斯用的是相当的顺手。然后赫拉克勒斯将牛群赶入赫利俄斯的杯中，驶回麦西尼，将他们交给了欧律斯透斯。第11个挑战中，赫拉克勒斯需要前往夜之女神赫斯珀里德斯的花园，采摘那里的金苹果。这些苹果生长在一棵树上，食用后可以赐予人永生。这棵金苹果树是戴亚为宙斯和赫拉准备的结婚礼物，对于赫拉来说当然很重要了。不仅花园的位置神秘未知，赫拉还派遣了一条名为拉东的百头巨龙来守护结满苹果的树。当赫拉克勒斯出发寻找这个神秘花园时，他首先去拜访了泰坦普罗米修斯。他认为普罗米修斯可能知道花园的位置。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因为偷取了诸神的火赐予人类，而被铁链拴在一座山上。当赫拉克勒斯找到他时，这个惩罚循环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赫拉克勒斯对普罗米修斯产生怜悯之情，便打破了他的锁链，释放了泰坦，终于结束了他的折磨。随后普罗米修斯欣然分享了花园的位置。不过他也警告赫拉克勒斯，没有凡人能够从树上摘取金苹果。他建议赫拉克勒斯向泰坦阿特拉斯寻求帮助，因为他就在花园附近。擎天神阿特拉斯并不难找，他曾与奥林匹斯众神战斗过，但由于他被打败了，宙斯强迫他永远承受这举起天空的惩罚。来到阿特拉斯跟前，赫拉克勒斯解释了他的处境，并提出进行一笔交易。他将暂时承受住天空的负重，给阿特拉斯一个休息时间，而作为交换，阿特拉斯为他收集金苹果。阿特拉斯连忙点头答应，他是连1秒钟都不想承受天空的重量了，感激能够摆脱他的负重，即便只是短暂的时间。阿特拉斯接受了交易，去收集金苹果，将天空的重量转移到赫拉克勒斯的肩上。尽管他以前已经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即使是赫拉克勒斯也难以承受他现在必须承受的巨大重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肌肉开始抽筋，身体开始颤抖。他思考着这是否会是最终让他崩溃的任务。当太阳落山时，阿特拉斯终于带着满篮的金苹果回来了。赫拉克勒斯暗自松了口气，还好阿特拉斯信守承诺，没有远走他乡，感谢泰坦，准备让他重新承受天空的负重。然而此时阿特拉斯想到还要承受这无尽的折磨，身体非常的抗拒，并不想要重新接过来。他主动提出将苹果交给欧律斯透斯，承诺很快就会回来，再次承受天空的负担。赫拉克勒斯的头都快裂开了，当即就想破口大骂，但此刻理智回来了，他很快冷静下来，思索着如何让阿特拉斯重新接过重担。他感谢阿特拉斯慷慨地提出送苹果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再多承受一会儿天空的重量，但请求阿特拉斯稍微接一下天空，这样他就能穿上尸皮，缓解肩膀和头部的压力，并表示他只是一个半神，这对他来说有些吃力。单纯的阿特拉斯也没多想，将苹果放在地上，重新接过了天空。赫拉克勒斯一旦解脱，便拿起了苹果，向阿特拉斯道别，迅速逃离了此地。阿特拉斯勃然大怒，咒骂赫拉克勒斯的离去，他的咆哮震动了方圆数英里的大地。随着几十年的过去，又过了几个世纪，阿特拉斯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变成了石头，
他的巨大遗骸变成了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赫拉克勒斯的第12项也是最后一项挑战，是捕获科尔百洛斯，大头看守着冥界大门的地狱3头犬。赫拉克勒斯降临到冥界，来到哈迪斯和珀尔塞福涅的宫殿，向他们解释了这个挑战任务。哈迪斯知道帮助赫拉克勒斯就会激怒赫拉，而赫拉一直都看不起他，于是允许赫拉克勒斯带走科尔百洛斯，但有2个条件。首先，赫拉克勒斯捕获科尔百洛斯不能使用武器；其次，在任务完成后必须归还科尔百洛斯。显然，对于赫拉克勒斯来说，这些简直是不是条件的条件。就像之前对付涅摩亚狮子和克里特公牛一样，赫拉克勒斯与这头犬展开了搏斗，数小时之久，这头犬才精疲力尽。赫拉克勒斯拖着用链条拴住的科尔百洛斯回到了生者的领域，将科尔百洛斯交给了欧律斯透斯。这位国王再次选择躲进旁边的大罐里，现在这个大罐已经成了永久的装置，一直放在他的宝座旁边。国王从罐子顶部探出头来，虽然吓得直哆嗦，但同意释放赫拉克勒斯，原谅他过去的罪行。赫拉克勒斯充满喜悦，他终于为自己的罪行赎罪，成为自由之人。不过，在着手下一段旅程之前，他履行了诺言，将科尔百洛斯送回了幽冥之地。回来时，赫拉克勒斯花了一些时间为自己举行庆祝，享受自由生活的一切乐趣。他现在成为了一位声望卓著的英雄，所到之处无不仰慕。他继续进行了几次冒险，甚至加入了英雄伊阿宋的阿尔戈英雄队，一同去寻找黄金羊毛。赫拉克勒斯很快找到另一位爱人，美丽的德伊阿尼拉。然而，当新婚夫妇前往梯林斯城的途中时，他们遇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在对岸站着一个半人马，他走过来主动提出要被德伊阿尼拉过河。赫拉克勒斯接受了这个提议，并没有认出这个半人马就是当初在半人马冲突中的幸存者奈瑟斯。而奈瑟斯密谋着复仇计划长达10几年，现在他看到了执行计划的绝好时机。奈瑟斯一到达河对岸，就把德伊阿尼拉摔倒在地，试图对他进行侵犯。看到这一幕，赫拉克勒斯拔出弓，用毒箭射中了奈瑟斯的胸膛，让这个半人马痛苦地倒在地上。在他临死前，奈瑟斯向德伊阿尼拉道歉，并送给他一份礼物作为补偿。他声称他的血液具有魔力的爱情克星，告诉德伊阿尼拉偷偷地把它收集在一个小瓶子里，以防赫拉克勒斯爱上其他女人。当奈瑟斯死去时，德伊阿尼拉悄悄地收集其血液，将其隐藏了起来，以备有朝一日需要赢回赫拉克勒斯的心，却不知道这才是奈瑟斯最后的复仇计划。随后，这对夫妇在梯林斯快乐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并生下了几个孩子。然而，几年后，赫拉克勒斯厌倦了宁静的生活，渴望重拾年轻时的激情。为了寻找刺激，他离开了家人，前往奥查利亚王国。他的射箭导师欧律图斯正是那里的国王。一到那里，赫拉克勒斯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爱上了国王欧律图斯的女儿，一个名叫伊奥莱的女人。英俊帅气的赫拉克勒斯很快就赢得了她的芳心，赫拉克勒斯便将伊奥莱带回梯林斯市，和他的儿女、妻子德伊阿尼拉一起生活。德伊阿尼拉一开始看到丈夫回来还挺高兴的，但当她看到他身边另一个女人时，就开始担心他的心是否已经变了。为了重新赢回赫拉克勒斯，德伊阿尼拉取出了他一直隐藏的半人马奈瑟斯的血液，希望他的爱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他把血涂在一件长袍上，然后把它送给了赫拉克勒斯，并请他在晚上穿着它参加晚宴。当赫拉克勒斯晚上穿上长袍时，他立刻感到事情不对劲。奈瑟斯的血开始沾在他的皮肤上，可怕的灼热感瞬间传遍他的全身。赫拉克勒斯开始痛苦的尖叫，试图撕掉长袍。此时，长袍和表皮已经连在了一起，在赫拉克勒斯的大力拉扯下，连皮带肉都撕下了不少。半人马奈瑟斯一直计划着这一切，他知道当他试图袭击德伊阿尼拉时，赫拉克勒斯会用箭射他。通过说服德伊阿尼拉收集带有9头蛇毒的血液，奈瑟斯心中已经确保赫拉克勒斯将遭受他曾经对其他半人马施加的同样的痛苦死亡方式。赫拉克勒斯的惨叫声持续数小时，
他的妻子德伊阿尼拉意识到他毒害丈夫后，随上吊身亡。在知道自己死期将至时，赫拉克勒斯疯狂地跑向庭院，撕碎树木，建造一个葬火堆。堆积完毕，赫拉克勒斯躺在上面，请求朋友将其点燃。当他的身体被火焰吞噬时，赫拉克勒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终于可以从可怕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就在这时，一朵巨大的风暴云聚集在葬火堆周围，云中坐着宙斯，他注视着儿子的凡人之躯被焚毁后，便将赫拉克勒斯的灵魂带走，带他上了奥林匹斯山，将他变成了一个不朽的存在。从此，希腊人奉赫拉克勒斯为神，他的挑战成为传奇。最终，宙斯将他的儿子投射到星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到他的星座五仙座。虽然一些英雄如赫拉克勒斯不得不通过努力赢得奥林匹斯山的地位，但也有一些英雄由于过于傲慢而走向悲剧。比如那位被诅咒永远推着巨石上山的人西西弗斯的孙子百勒洛丰，他得到了海神波塞冬的赐予，一匹名叫珀加索斯的飞马，就是从美杜莎身体诞生的那匹，并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学会了驾驭。百勒洛丰经历了许多冒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击败了可怕的奇美拉，一种喷火的怪物，有狮子的头、山羊的身体和一条蛇的尾巴。随着百勒洛丰的名望增长，他的自负也在增加。他认为自己有资格与众神同列，于是骑着珀加索斯飞向奥林匹斯山。然而，这激怒了宙斯。百勒洛丰不仅自认为能与奥林匹斯神奇平起平坐，而且他还利用神赐之物珀加索斯来实现他的野心。因此，当百勒洛丰接近天堂时，宙斯派出一只牛虻叮咬珀加索斯，导致这匹马将百勒洛丰从背上摔下。尽管百勒洛丰幸存了下来，不过他也不幸地落在了荆棘丛中，被荆棘刺瞎了双眼，过着余生的时光。百勒洛丰在孤独中漂泊，成为那些认为可以与神奇相提并论的人的警示。而珀加索斯完成了通往奥林匹斯的旅程，被宙斯收归旗下，自此骄傲地承载着众神的雷电，陪伴他度过漫长岁月。而此时，希腊的第一代英雄时代也渐渐落下帷幕，一段新英雄新篇章即将展开。